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吴思怡。乡亲听说有10个草莓，韩国东人都好食咯。其实呢，草莓是种当娇贵的水果，大家呢唔单枪会去买韩国的同好，带定一副态势去做采购。其实讲到草莓。拍上到做啲准水果，无就拿嚟做甜点，有当到嘅利用。是毋过呢，草莓发展到今，也个一项产业吧，大家对佢认识有几多？韩国呢对一开始嘅主要係生產以外，也下呢未有人去開放採購去摘草莓，開放出嚟休閒農業嘅觀光一種形式。也就係講呢，草莓嘅嘅產品嘅價值見到見到嘅，咩上嘅出庭。提到講，苗栗大湖當人眾以外，見到嘅鄉鎮嘅民眾，未來種草莓嘅。韓國呢，其他嘅縣市，未陸陸續續有人來投入種草莓一項產業，看得出來一項產業係有前景呢。是唔過呢，以下讀到嘅，無論係天時，也係講市場嘅發展性等等呢，叫乃到素材，等等大家向下來討論韓國進步嘅見面嘅有獎強錢，等等向下來關心。馬上為大家收嘅見面嘅來參加嘅來賓，頭位我們先收嘅係農業部苗栗區農改場生活防治研究中心嘅助理研究員葉仁豪，您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的葉仁豪助理研究員。歡迎您。三來我收嘅係苗栗縣太湖鄉農會推廣部嘅主任車文志主任。大家好，我係太湖地區農會推廣部主任車文志。歡迎主任。三來我收嘅係南投縣貴新鄉公所嘅秘書張漢忠秘書。主持人全國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貴新公所張漢忠秘書。歡迎。三來我收嘅係桃園市觀音區休閒農場嘅負責人林景堂老闆。各位朋友，大家好。林老闆你好，其實人講到草莓啦，大家對草莓聽說都唔會都識過，韓國人也下當係草莓嘅產季，就係當然咧11月底到反正年咧4月底，也其實都係合適是草莓一定好嘅時期。主要就係呢草莓都會。人講嘅，佢接喺到寒天、春天一時節，就會嘗試幫大家來食。唔過呢，大家當地睇草莓嘅種植嘅技術，韓國也發展得前景勇版。先帶大家對強農嘅種植部分來認識草莓一項產業。每一株它都前面頭果都是大顆，然後越來越小。對，所以它其實是同一個媽媽生的，對同一個。對草莓嘅病蟲害防治都切勿提醒。康源田農事嘅當有條例當清楚嘅說明，除了係歷幾年嘅田間管理經驗之外，閣加係大學當研究所同好多嘅切勿病理專業嘅應用。閣加特別嘅係康源田同勞工，大學就會強辦嘅男女朋友，甚至研究所也係，同強下學習嘅過程。兩家人對草莓尤其中意，所以將配提供嘅兩份體，就係兩家人打造夢想嘅人體。不過也因為兩家人用到強款嘅領域有專長，6年來堅持專業嘅情形，就難免會發生。我們兩個很常會因為就是對於病蟲害有不同的見解，或者是不是生理障礙呢之類的這些見解，然後就會有點小吵架，然後小爭執。對，因為其實畢竟我們兩個學的都一樣的東西，可是就算是學一樣東西，也有不一樣的看法，因為切入點不同。就因為我們自己是念科學，對，我覺得是科學的問題，用科學的方法解決。既然兩公者都有自家嘅堅持同看法，遇到爭論嘅細節，該讓誰解決？我們就會去跟學校老師，跟就是實驗室，像是農業改良場啊，我們有非常多的同學學長姐都在那裡，我們就會各方請教，然後甚至把我們的植物啊什麼的都帶去，然後做一些分析，病理的分析。就是去問的結果或者是檢驗的結果出來以後，我們再說是誰是對的，這樣。對，當然也還是會有，就是那你就要記得下次就是要先聽一下。對，還是都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對學生時代嘅相知相識，到畢業了後，研究所學到嘅知識用到工作上，變做事業嘅伴。草莓連結康源田兩公者嘅感情，也係學理同事務嘅橋梁。另外，人氣地位唔單止只有草莓，還有其他農作物當作其中當中。
除了本延期嘅七不平衡多年，还是提供好题目做实施嘅场域，而对强农拖了片用热心、专业、相互扶持、灌溉等土地也实践梦想。科技上班吼，压力动态啊，无日无夜，做了后背吼，赚到钱吼，身体没打坏的。俺来呀，拖延有力特别强，吼，他个下来呀，营业、半夜，其实做高度以上的高的啊。做了新冠研究科技人，将计为3年前万条路投温室地表种草莓。除了看准拖延发展草莓观光个人嘅体力优势，国家希望使得到事业行有一道成效。为了委托管理，将计会用唔少嘅心力，因为其同自家讲，当然嘅产量拢要有所成长。种下以后开始，我就当日啦吼，也伫天空啦吼，我看虫诶，你也对啊吼，有时都10点11点才下班，因为从来佢按部就班出来生诶，按无几只时间来看，看唔到，唔知佢啲要经验从诶，按我当去看佢去关心佢，唔知地讲，你系吃破了有乜嘅状况，吼，唔知地如何安尼怎样办法去改进。呢几年陆陆续续有强农调整草莓种植。今年为了涉案，为了产业提升，一片学一片做，更提升栽培管理技术，为草莓产业大力发力，也俾人看到台湾后生人做农嘅希望。有后生人投入亚红产业，总共就係其實係有前景彩嘅。也就係講啦，其實草莓呢，大家都知，唔過價嘅提升係乜解？現在大家來看到喎。一般講到草莓，大家都會想到佢係幾粒嘅酒鳳。唔過呢，其實價嘅名嘅啊，有很多楊梅、紅梅。等等呢，唔過呢，太府也係講，呢度嘅農民都會講佢係吃婆嘅，等下來請教下主任，仲係會很佢吃婆嘅，因為吃婆嘅對人嚟講，它就是一般的野草莓，同因為嘅草莓有相衝嘛，大家都會來了解一下。也就係講，其實家嘅草莓食起來水多又甜，有啲位然後是順咬嘅，故所講其實有當到嘅鮮菜心，韓國呢，其實食起來過後啊，有當到嘅營養價值，韓國呢，大家都講佢係水果為一種皇后，再過來呢，我看到嘅就係啲到講種草莓較多嘅蔬菜，面積較快嘅蔬菜，單都會集中喺呢苗栗太府。然後呢，佢種出嘅面積喺2022年嘅時節，面積差唔多有358公頃安塊。再過來呢，苗栗嘅其他嘅順豐嘅相關嘅園區，相關嘅鄉鎮，咩開始來種，像係呢大蘭斯坦、韓國泰安，一啲蔬菜都有種。公幹啊、三義咩都有，韓國其他縣市咩抗議到嘅，像係呢新竹嘅關係，韓國在嗰度係南投嘅關心。故所講呢，前線我請教就係注意冇，看起來呢太府種草莓嘅面積真係動發咯。太府地區嘅優勢係睇哪？一開始到台灣種吃婆地方其實唔係到太府，一開始係到陽明山。嗰陣時係拄好安尼。伊只來源甜心山，佢到陽明山看到安尼東西，當來引進到太府啦。因為做前也到陽明山種，也到種出，其實都知道一樣東西唔好，因為主要陽明山嘅較多色，個雨水多，故所佢當到變重化。後尾引進到太府來種出卡，因為太府本身佢係四面環山，佢本身係半沙礫嘅土質啦，較透氣嘅土質。嗰種都好有介意北部嘅多濕，然後南部嘅高溫嘅地方。嗰種一開始太府本身咩係以種禾嘅老嘅甘蔗為主，後尾引進來吃婆嘅時節，早期係提供。做冰淇淋的加工果，個到民國79年嗰陣時，當72年嗰陣時都好，有遊客到太府來，看到有安尼東西，問講做帳幕，後來慢慢咧，都越來越多，都變到講，也都變為講係台灣小型農業嘅一個開端啦，都農民知道講要增加收入啊，
人客到泰府来知道讲，呀，摘赤膊以后搞，慢慢嘞，泰府当到农民都投入都种赤膊的行业，当生意讲，泰府的生产面积当都做得差不多按国的产量。古种嘅菜丁伊都讲草莓係赤膊赤膊嘅，佢係用嘅嚟本因為赤膊嘅佢老草莓，其實草莓係客家人通俗嘅直接翻譯嘅講法啦。因為赤膊其實佢係算美國咧，美國咧，因為像嘅野草莓佢本身都美國咧，因為佢草莓都野草莓嘅片來慢慢嚟培育出來嘅。係故所以下人客咧買赤膊專業人都收貨注意看，其實赤膊當個還有多少嘅毛，對，叫赤膊嘅安尼轉變過來。也就係泰府嘅片嗬，專家啦，同人講，中國嘅泰府嘅種草莓會對泰府開始，韓國有限農業對泰府一片開始對草莓向種出開始嚟發展出去。也就係講呢，其實唔單止泰府一片種嘅當到嘅草莓，而咩開始影響到苗栗其他嘅鄉鎮，向下嚟種。故所講，我請教一下研究員。這樣看起來，苗栗真正除咗泰府以外，其他嘅鄉鎮咩都有各個優勢來種草莓係。整體來說，就是因為苗栗縣它是就剛好在一個溫度比較適合的位置，對，所以草莓其實本來是溫帶作物嘛，那在亞熱帶的台灣地區，它相對是需要比較冷涼的環境。就是像大概冬天到隔年春天的時間，那再來就是像主任講的，它需要豐沛的水量，但是又不能太連續的降雨。對，那剛好在苗栗縣啊，尤其是大湖這個地方就非常的適合。那也另外一方面是草莓，它是一個比較很不耐廚房，然後碰撞容易受傷的一種水果嘛。那所以剛好苗栗縣的地理位置是比較有優勢的，就它尤其是在大湖地區，它從台6線、台3線到後來中山高，到現在台72線快速道路，對它的交通讓鮮果的運輸很方便。那到後來也是讓觀光客更容易進來。對，所以像剛剛主任提到，觀光客進來也是讓草莓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對，那當時也是最一開始其實也是因緣巧合啦，像剛剛提到說，草莓剛好有從這個賴先生這個前輩那邊引進大湖。那到後來因為某一年也是。當時的報社的記者，他聽到說大湖有草莓，這個當年還是很新奇的東西，所以他就休假的時候來買草莓，然後寫了一篇報道。結果隔一週的假日，就大家看到報道就湧進大量的人潮，然後本來擺在攤位面前去賣果實的模式，變成說一下子就賣完了。然後農民就說：好嗎？那讓遊客自己去採。結果當時是一大片混亂。對，但是也確實是賺到很多錢，所以後來才慢慢發展成現在這樣子觀光採果的模式。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也讓其他的鄉鎮想要效法大湖。對，因為大湖地區這樣子的產業的發展起來之後，就也擴散到周圍的鄉鎮。對，那因為除了說技術層面之外，那個產銷體系的建立也是需要一定規模的經濟才能夠成立的。對，所以今天還是整個苗栗縣是最大的產區嘛。那你其他地區也許會有一些很優秀的草莓農場，但還很難去發展到同樣規模的一個產業。也就是講，其實喺苗栗啦，種草莓要加嘅時間性較久，韓國呢加嘅規模要順差過後，地方上嘅產銷機制，韓國產業係相對嘅完整呢。故作講，人就來看到哦，喺講呢，相對一個種草莓啊，人都提到講，對伊嘅生產，再過來做加工，韓國做啲加工，呢產品嘅服務等等，就是做一啲叫嘅有限農業。是唔講呢？佢啊，詳細嚟看，愛種草莓啊，其實人家講到嘅像係觀光，韓國加工天天，佢頭前要當到嘅相關嘅產業邊，都做得喺地方上培養起來，像係呢養嘅供應啊，韓國呢田間嘅管理。包裝嘅資材，韓國相關嘅技術等等咧，其實都係一專業嘅。因正家下呢沒有講到嘅草莓嘅其實唔好種，韓國嘅管理一定重要。故所講呢，對苗栗開始影響到其他縣市，咩上可以來加呢筆時間，來看到家下統計行有看到嘅。喺南投嘅國姓，其實佢咩開始嚟種出嚟。故所講我請教下秘書哦，秘書今日來到入片，再同大家分享下喺南投國姓做乜會
按岛湾农民咩上个来种，伊看到乜个优势存在咯？决心的种草莓是在政府该水田专做的团体来推广做较早的作物啦咁样天时拢真适合种草莓啦所以该农民拢纷纷来种啦所以该经济效益嘛真高啦。尤其该中潭公路两片顺的农田咁样观光休闲张头推动啦该都假日该两路顺车停连按天桥拢搭载的人啦该相对带来农民亲好的收益所以决心乡嘛，青岛种植面积嘛达到40公顷为咱决心的乡民带来生态的收益。青岛的时间南投贵新市中都40公顷是蒙必须很公道。不过也下可能有的位相关的其他的因素，也下存到差不多7公顷等等。不过我想，地方方看到一件事情还可以有关嘅观光效益带来嘅人潮。故说讲，每天我请教下林老板其实你係咧休闲农场嘅经营者，睇起嘅农场做也嘅本事来种草莓你係对休闲观光国土来看种草莓一件事情係？好，在我们桃园观音种这个草莓其实坦白说它是比较新鲜的事情因为一般对观音的印象就是夏天的莲花季，对，它比较印象比较深刻那在观音种草莓的部分呢，它本身的地理条件当然不如我们这个苗栗的大湖这个区块。为什么？因为我们北部地区的话，因为雨水还有东北比较多，东北季风比较强那大湖这一边的话，它本身的海拔也比较高，气温也稍微比较低一点。那在观音的地区，它温度会稍微高一点。那所以说，在桃园观音种这个草莓的部分呢，应该是这么讲，往北部的部分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温室栽培为主。就比方说我们那边的这个温室，应该都用钢构的。它一栋就是应该上1000坪以上。在这个好处就是说它方便管理。不管在温度湿度各方面，甚至病虫害的部分，都比较管理方面必须要更严谨。那在我们这边管理的部分，也跟这个桃园的农改场，这个我们苗栗的农改场去搭配去配合他们这个 IPM 的一个管理方式，就去舍去这个农药的使用。那所以说，在这个北部栽培的部分呢，大致上都是要用这个温室栽培，所以它相对它的硬体的结构成本会偏高。所以林老板跟我们提到说，睇桃园观音种草莓係一件事的事情，肯定有人種。不過呢，睇桃園一片嘅優勢就係菜地本來就係休閒農業區、休閒觀光發展到以後。故所講，我相信大家呢對草莓嘅認識，就像家人講到嘅，大夫一開始本人看到，咪係對有人去摘草莓，甚至係講有人收機出去本大家知道講，就係講其實摘草莓一件事情，帶動嘅當當然。每上個行業研究，面對向產業有一定嘅幫助。故所講呢，產業發展起來過後，然之後看咗嚟佢本地嘅種植部分，其實大家都知啦。有人講草莓其實唔好管理，一個管理方面呢，也係講農民喺種植方面，雖然講大家都經驗唔拉呀，不過種植過程當中，大家還有遇到哪一啲嘅難題，你看其他啲嘅講法。這幾年天氣炎熱。環境的因素跟天氣的因素，就是病蟲害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問題。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草莓的品種，也有品種老化的問題，所以在種植下去會有很多病害。那第三就是農廢棄物的問題，這樣子。在推廣我們自己品牌的同時，要讓消費者知道我們的種植流程到底是怎麼種出來的，我們夜間是怎麼抓蟲的，然後為什麼我們在溫室裡面要種植高麗菜？高麗菜就是我們的門神。因為蟲蟲它最喜歡十字花科，如果我們的高麗菜被啃得一棟一棟的，我們就知道我們裡面要開始做生物防治了。對，所以我們會有門神，然後還會用我們的煙草水去做防治，然後這些流程我們都必須要讓我們的消費者去了解，然後互相建立信任的一個機制，然後這樣才可以把我們的品牌，把我們好的果實推銷出去。
要找工人的话，有时候都是要等那个山上他们采茶的休息之后才会下来。这样，一开始种草莓的时候会找不到人家帮忙种草莓，因为他们还在山上采茶，采茶都大概是接近年底的时候他们才会下来。然后草莓大概9月、10月就要种了，然后要整地那一些，那时候就很缺工这样。下面都看到有一多的农民都是用温室来种草莓，就像刚下同林老板共用，佢们是用安尼嘅方式来管理。也就係講，無論係用哪種嘅方式，係睇田下來種，也係講用温室嘅方式、用曬嘅方式來做管理。其實也都係大家對草莓嘅管理嘅經驗。就來看到因為講草莓其實種嘅方面，大家會想到講要動到嘅管理嘅部分，就係講家嘅病蟲害其實一度。故所講呢，除咗病蟲害嘅防治以外呢，也要注重係講家嘅種源嘅管理，家嘅養嘅也嘅部分要好無，韓國呢叫法度種嘅生物。再過來就係相關嘅大問題，就係也讀到嘅係係環境氣候嘅問題，要用嚟克服，要用嚟面對一件事情。我想請教下注意冇？一下睇大夫一對農民啊，係用嚟看。一下草莓讀到天時嘅環境，按它嘅變化，像今年草莓人都提到講，過年嘅時節按貴哦，也雖講較穩定嘅，不過也貴嘅來講，係咩同一嘅環境有關？也用我樣講，因為地球嘅溫度啊，年4年越來越高，其實也溫度也都冇辦法改變。問題其實吃破老人窮樣啦，因為人窮樣，其他人都會讀到像。A 型流感也係腸病毒也吃破窮樣佢會有個病原菌嘅問題。因為其他人也10公年來，也病菌咩不斷地都研發。像也今年呢都出現也葉庫病嘅問題。也部分呢喺百會個變化。個乜嘅病蟲害，以下含啲，有部分做農會也都做得做，都由政府單位同佢合作，都利用目前嘅科技嘅問題，都 AI 嘅部分，利用呢部分用針對採地嘅土壤然吃破樣嘅來做檢測，因為呢部分因為搭上嘅土壤佢本身咧。酸土嘅綜合質嘅酸鹵酸鹼值嘅無共樣，嗰個佢加土壤底部嘅微生物嘅種類嘅無共樣，故所以部分可能借由科技嘅部分來做田間嘅檢測，慢慢地來克服呀病蟲害嘅問題。佢從今年安尼嘅情形。喺大家史料為止，係講其實有也已經產生2-3年咧。也2-3年來變到講，因為佢氣候之前冇辦法預期會發生安尼問題。問題以下是講發生了以後，除他也2年咧都鼓勵農民一定要做手工嘅工作，因為土地還要被休息，被恢復嘅地力啊。因為不單咧使用講殺菌劑也好，然後嘅內行嘅菌殺得，其實也有些像人都做化療咁樣啊。比如講體力慢慢咧會流失得，好嘅化嘢都好嘅化嘢仲殺得，有部分農會可能不單可能會朝 AI 部分都用土壤監控嘅方式來看深度侵蝕下種吃婆嘅。土壤嘅環境，吃播種下去，較唔會有安尼問題發生。也就係講，其實從睇大夫有很多嘅專業嘅農民，也都有很多嘅專業知識嚟管理種草莓。不過其實係會讀到好多嘅無論係田野嘅問題，也係講採地嘅病蟲嘅等等嘅問題。也就係講，我用科技智慧化嘅方式嚟監測，韓國嚟做管理，也係下一步我嚟做到嘅部分。嘅其他嘅素材，我想強調係兩邊哦，睇南投有安尼嘅情形冇，嚇也就係用嚟做管理嘅。我南投決心啊，安尼情形啊，聽有講緊先個40公頃，慢慢降到變7公頃吼，也種年年攏有啦吼。像咱氣候嘅越來越燒暖吼，應該種植越來越後背啦。
该沿中潭公路拢看休闲观光来窜识别较多啦。像过年的时节，产量少，农民都来要减少了种植的意愿啦吼。过来就偏从海吼，来本土的关节越来越高吼，该偏从海当然嘛真多啦。好了，个种苗的卖啦，个植材的种种的费用，还有咱千验出人工的问题吼，拢真贵，个管理的成本拢提高啦吼，许多决心的农民个种植的信心拢无啦，所以全部安泰减复土减蛮多吼，也嘛迄一般人决心的困难点出来未啦。也就是讲，其实对于红产业的发展性，就会看出其种出的一个反比啦。就像刚刚秘书讲到的，其实采田农民有考量到当中，无论是那田间的管理、偏从会的防治，也是讲观光客，也是讲等等的也条原因，或是都也条种的面积无按到位，韩国管理的部分没无像人才按好位。故说讲，咱们影响伊个产业体地方的发展性。不过迄讲再讲转来就会提种出的部分啊。其实刚刚就有讲到，管理错误係冇按过一件事情。林老板係用文色来種，唔敢沒有同人講到文色替CPI是當到嘅錢，再過來係管理等等呢都會更加專業。做一個分享也都，再個分享較詳細的位個經驗冇？在我们观音林家古厝这边栽种这个草莓已经第4年哈。第4年。当然，我们这个比较弱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像这个苗栗这个已经深植民心哦，就是说已经要去采草莓，就第一个想到这个大湖草莓啊，这些苗栗这些地方。所以说，大湖这边的话，它已经形成一个消费的一个聚落哦，它已经自然形成一个聚落啊。那每年到这个草莓季的时候呢，这个你看它田间到处都是人。那我们在观音这边种植草莓的部分，其实坦白说，刚开始的时候是蛮吃力的。投资的成本很多但是你这个销售的通路的话，一般客人并不是很熟悉。并不是很熟悉。那我们所种植的这个品种呢，又属于比较像有台湾的品种那还有日系的，都算是比较难栽培、比较顶级的这些草莓。那刚开始的时候种植的时候，确实碰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就是说你的通路的问题。那通路你如果说到市场去，就是说批发这些，坦白讲，对我们的成本真的是不够了哈。那如果说开放观光客，因为对这份的印象又不是很深，那所以说通路上，刚开始的时候，通路上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那所幸就是说这2年就是说慢慢之前的客人他都已经知道，我们这边种的草莓，坦白说，品质各方面都蛮值得信赖的那所以说这2年的部分，通路的部分有稍微这个已经有解决这个问题。那在温室种植的部分，会像我们苗栗这边有这么多的病虫害等等的？它病虫害是一定有的。是。那所以说我们会跟桃园农改场跟苗栗农改场去做一个搭配。那我们本身完全是属于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管理。封闭式管理之后，我们一般人是不能进出的。在栽培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严谨一点的。是。那所以说这个病虫害的部分，其实坦白说，会减少的非常的多。管理上各方面的话会更严谨。所以就是管理的部分来做好管理，按呢讲大品种会影响性。总共就係專業嘅人員來種草莓，其實做得看出家嘅前景。不過大家都提到講，像撒下來嘅銷售通路、行銷等等呢，佢咪係當成為一件事情。唔係大家所睇到像苗栗太府按有名，大家都提講採地嘅草莓，清河市清當嚴重哦。故所講，係講我看準也好產業嘅根啊，還要看準家嘅種出嘅根本。故所講，我請教下研究員，像也都睇農改場嘅研究方，係我看一按多年來。等等呢，氣候環境嘅變化對草莓嘅影響性，韓國也都一下對草莓嘅重點研究，係睇育種這個部分嘛？多年下來一直都會有不同的病蟲害的問題嘛。那所以我們其實花
一大块是在做技术的研究，那也一大块是在做农民的辅导。对，所以像刚刚可能VCR 也有提到说，他可以农友可以带着植株过来问说，我们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对，或者是我们可能到现场去协助判断。那我们也会协助农民做包括育苗期的监测、跟土壤的采样啊、田间的管理的状况的一些分析。对。那所以针对尤其是在种苗的部分啊，种苗是一个根本的因素嘛。你种苗顾得好，你其实田间的问题就少掉一大半了。对，那所以在种苗的部分，我们是有持续改良育苗的技术，那也有在想办法去确保健康的母猪的使用。那现在的种苗研究会有什么样新的需要因应天气或是变化来做的吗？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就天气跟病虫害是很直接的关联的。那所以在最早的时候，其实以前是直接育苗也是在地上土耕育苗的方式。那后来发现有一些土壤传播的病害会很严重嘛，所以大概在千禧年前后，我们就开发出现在的这种高价育苗的模式。对，直接在床架上面用无毒的介质去培养这些种苗。对，那再到近年，我们发现雨水传播的病害的问题，像炭疽病、叶菇病跟角斑病这些会透过水滴的喷溅去传播的病害，还是很严重。所以我们目前是尝试在推广说用有雨遮设施的雨遮的部分的育苗的设施。对，那当然长久以来我们也还是在做包括本田期的一些管理的方式的研究，包括像刚刚提到品种改良，我们希望可以去培育出更耐高温啊、更产量更高，然后也比较可以抵抗病虫害的品种。对，这些都是同时在进行的事情。那病虫害的防治，我们过去都知道说，那草莓是不是用药会特别的需要做一些管理管控？这也是我们这几年的重点，辅导农友吗？是，这一块也是，就我们希望可以减少农药的用量，然后是用正确的药，然后可以用比较低毒性的药。所以我们有在发展 IPN， 就是综合管理的方式，我们可以导入一些可能用生物防治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些物理性的资材，或者植物荷尔蒙啊，或者一些有益的微生物来改善田间的环境。那间接的就是让草莓更健康，就可以更减少使用化学农药的部分。也就是讲，也就是希望大家食草莓做得食到安心。韩国呢，去认识草莓价格成长的过程，也其实都係帶啲消費者來了解，因為大家都希望講，亞紅產業做得行下進一步，有行下到嘅可能性。故所講針對亞紅產業揸來嘅發展呢，建議誒再過來談樣品嘅說明。因為食農教育法已經通過了。所以說政府當然也有一些獎勵了，所以說它變得是說從這個基本的採摘呢，那就要跳躍到什麼？跳躍到所謂的，要被導覽解說。導覽解說的話，就變得是說讓這個草莓的採摘呢，增加很多知識性，然後呢，讓他們也了解這個草莓的這個生產過程，然後還有草莓的加工鏈，然後大家可以做哪些加工品。那再來的話呢，就是讓他們能夠手做、親手動手做啊，就邁入到所謂的體驗經濟。政府補助也搭國家產業啊，有特色。一份體將補助到嘅12萬元，以現在資產啊，搭一份體國家啊，差唔多100萬啦。所以農民呢，有想要搭嘅人啊。談到講按多錢，所以農民就會退走，冇太本錢，所以也改善生產管理的一種方式啦。大家就一想嚟搭國家，希望政府呢對搭國家的補助啊，能得變寬。平面啊苦下去大好模樣，好模樣，大家落住要揾住咗。所以嘅全部各個國家總統就冇咪切住，要嘅產量要好高，要採摘要方便，落雪要也唔使揾住咗，也唔得，那加啲鹽是得的。但產量要好高啊，咩？嘅種嘅投訴要好多啊，所以提高產量很多啊。一般平面啊，落嘅國家啊，首當一般呢，嗰種投訴啊，一般平面1/5錢啦，嗰國家啊1/3他們9錢左右，9錢頭。
也就是讲，大家希望草莓嘅产业吧，有行卡都会发展起，大家都同希望并提做啲。推广行卡都会休闲观光、开放本人客来摘草莓么？也其实都系一个产业要搞出的一种方式。唔过就系讲采体要推广休闲农业，我想也当然同种草莓结合向下系挺好嘅。唔过地方好，希望来看一件事情，我在嗰度详细先问一下好。我请教下秘书，啲都讲南投贵县也当然来。当认真係傳統休閒農業、採體嘅農特產品，像係鹿茸啊、咖啡啊，都係地方上當然代表性嘅農作物之一。一下假嘅一個草莓，雖然講佢嘅產量總嘅面積冇按法嚟呀，不過喺地方上確實係係小有名氣，大家咩地哦。故所講生下來，無論係草莓，也係講其他嘅農作物，你也都運用嚟同佢結合，也係能發展出佢嘅特色咯。國際人們對草莓嘅發展嘅高尚吼，其實你們都從個研究員講嘅，研究個是個抗病蟲害個植栽啦吼，來農民來種吼，安尼有好摘有好收，咱農民才冇去種啦。過來就是氣候嘅變化嘅部分吼，是佢也較涼爽嘅氣候啦，咱大概嘛無。都比較推一個高海拔、高山草莓的部分了，你大概推到700-800公尺以上海拔了，氣候相對的是比較適合草莓的種植了。那再結合我們的鹿壤區哈，你們鹿壤龍頭國姓高山上面很多的鹿壤的場域了。那結合了鹿壤區的部分咯，嘛是來做一個草莓的結合的部分。過來都有個除了政府單位的研究之外，個民間的草莓農哈，嘛就研究其中個粉帶拍草莓啦，哈，嘛有4種成功的部分。要麼是公所們的推薦的拍草莓的部分咯，同一般的紅草莓變高單價的拍草莓來結合，結合了通路，莫個單單觀光休閒的部分，銷路的部分，嘛是來達到大賣場的部分吼，來推銷，莫單單講個像咱國姓中潭公路。國道呢下通吼，攏直接是保利嘅談起嚟，攏冇落來國姓吼，那高路卡路也唔多嘅部分，那產銷嘛是在推廣到大賣場嘅部分吼，過來都是即每項都結合縣政府啦，有個休閒觀光嘅部分吼，來結合嘛寫到真多個。結合休閒農業區啦，鹿壤區甲民宿業者吼，來甲人客帶入來摘草莓吼，那是在個社個較多個搶農將來耕種安尼吼，帶來國產草莓連日破高峰。談起來草莓體國姓啊，對佢有動態嘅希望，唔但將係希望上行較多嘅後生嘅人進來種出以外，大家咪希望大幫草莓同附近嚟嘅產業向下來串聯，像係鹿壤區，也係當然會去鹿壤，串聯起來過後，控大家嘅價錢，韓國呢咪愛培育韓國去種較高價嘅人工嘅白草莓，安尼嘅相關嘅較高價嘅草莓，本無共用嘅。客人的那個客群，大家對無共用方式來買草莓、去摘草莓，也其實都係無共用嘅消費嘅一種方式。也就係講，喺講呢，我同草莓嘅產業提升，睇國先提出安尼嘅看法。喺總嘅來看呢，來看咯，我先做好品種嘅改良，加研究員先有講到嘅。再過來呢，就係有法度做更加安全嘅生產，韓國呢做產期嘅調節。再過來當中嘅就係加樣片度好，有農民講，做得用國家嘅方式嘛。一方面呢，本人客來摘。草莓卡利片，它敢是清的呢。另外一種呢，佢係咪做得靠上工來栽培，也其實都係沙來討論的一個部分。再過來就係，如果要到睇生產方面完整，韓國同佢提升過後，再過來
多用嘅加工，韓國做體驗嘅經濟等等呢，也其實就會擴大也好產業嘅可能性。唔過問題我請教下林老闆咯，唔睇地方項經驗休閒農場研究嘅，唔聽咗嘅專業，唔聽用嚟看同草莓同休閒觀光結合起來，唔一定係用嚟發展呢？講到這個草莓跟觀光的結合哈，對，你絕對專業，我都覺得蠻開心的。為什麼你知道嗎？因為我覺得，我農場已經經營26年，那草莓只有4年。那以前26年都是夏天的時候這個蓮花季，但是在種草莓之後呢，你會發現到，爸爸媽媽帶着小朋友那一種嬉笑聲非常的多，非常好玩。那為什麼？因為我會覺得說，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就是說，你可以看一下一個室內的溫室草莓，因為我們平時在生長過程是不准進出的，裡面的作業都是自動作業系，很多自動作業系統，所以說這個病蟲害部分就比較好控制，然後，那在草莓季的時候才開放給觀光客可以進去這個裡面，因為已經可以採果了嘛，哈，那我們的行銷方式這2年就是蠻順暢的，就是說，因為我們林家古厝休閒農場就是一定有一個古厝嘛，那132年的古厝，那我們的古厝裡面做了什麼？做了 DIY 活動，就可以採了草莓之後呢，可以去那邊做草莓糖葫蘆 DIY， 這個小朋友做的最開心的一件事情。好，那你到那邊去採草莓，可以採果，可以體驗，那又可以在那邊用餐喝下午茶。那我們在內部裡面有做了一個。不管你是1個人去、2個人去、3個人去、多少人去，我們都會有一個套裝組。那這個部分就跟我們的農業生產以外去做一個產業的附加價值。那我覺得這個效益，我覺得是蠻不錯的一個效益。那客人覺得說，你到這邊來，我去採果，採完果之後，用個餐，再去做個 DIY，再喝個下午茶，這整個流程。我發現這兩年當中哈，客人的反應都非常的不錯。那我覺得說，在農業生產以外的這個附加價值，會把這個產業應該講，就是說會提升非常非常的多。講到這個我就非常的開心，因為常常看到這些小朋友玩得非常開心，吃得非常開心，我覺得蠻不錯的。可是過去您種蓮花，蓮花也一樣會有客群啊，可是蓮花的客群就跟草莓不一樣。蓮花的客群跟草莓的客群幾乎應該講80%跟20%的落差。哦，對。那如果說是蓮花季的時候呢，大概就是年紀就是說稍微偏長啊，阿公帶孫子啊這些的比較多。現在都是草莓季的都是年輕爸爸媽媽帶着自己的小朋友在那邊做，在那邊玩的比例。就是20%跟80%的這個落差，那我覺得他們每次玩得很開心，我就覺得看起來做這個還蠻不錯，蠻好玩的。就是在自己的農場也覺得有生氣啦，有很少年輕人來，對，變成很年輕化，甚至農場的一些工作人員也都一直都年輕化。這個年輕化才是未來了。其實種草莓做得帶動按到位親子家庭度哦，也其實對一啲休閒農場嘅，無論係經濟嘅支持，也係講消費嘅支持，都會加到一種力量。不過佢講到一個關鍵就係，一種力量其實係做得帶動加到種出嚟嘅一個成就，因為我嘅農場做得想按到位後生嘅野外帶生意嚟到一片摘草莓，一其實就係草莓有嘅吸引力，尤其生意嚟當好食草莓。故所講，因沙來用嘅豐富，韓國比較好產業體本地人都知道講，一定有名嘅大湖有韓卡度嘅發展性，我想參加下注意，有乜看法？因為呢，其實一隻產業嘅發展啊，市場係生態結合嘅部分啦。我用你嘅手機，我用你嘅手機。而家目前，台灣面臨嘅係超高齡嘅社會，個少子化嘅部分。因為我都推廣大概15年嘅時間，我發現到15年前，發現當到後生嘅阿爸阿媽帶動生意來摘吃鋪嘅，漸漸因為少子化，像去年台灣出世生意嚟當13萬人，13萬少啲咧，也變到講未來面臨咧講，也10年來，也從也3-4年嚟到也後邊7-8年，可能會面臨台灣會面臨一大波嘅退休潮。也退休潮咧，因為佢退休以後佢相對佢收入會減少，減少以後嗰佢
无像后生的阿爸阿妹会较会去做安尼采购的部分，遐部分迄目前要思考的，拄到市场，迄么渐渐的老人家市场也要来开发，因为是否以下目前产业，台湾的人口结构都会按你朝那种方向去发展的，所以我们这产业的部分，我们要慢慢的要等等市场的变化，我们要去等等迎合一下银发族嘅需求，包括讲加工的部分，迄么养生的也营养品的部分，慢慢的要朝安尼方向去行，因为目前产业提升6项。其实目前一切都会目前的市场做安尼部分，产业做安尼部分，问题正面係要產業要拄到安尼問題，其實以下可以來提早來思考嘅。看準未來接下來嘅市場嘅發展性同年下嘅年齡層來做一個準備啦。嗰種講研究員，像剛剛主任講到嘅，就係接下來我們要思考消費市場嘅改變。既然下來除咗對也有乜建議以外，農改場嘅角度還有哪條素材做得輔頭也講天數農民行業鋪而提升產業發展？有很多地方是我們還需要去努力的。像如果從那個世界農業組織的那個統計資料來看的話，台灣的草莓的單位面積產量大概是在每公頃大概18公噸，那這大概是日本的60%。然後是美國的大概只有到30%，那當然有一些先天條件的氣候的限制，但我們應該還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就產量的提升。是，對，所以像最直接最快的改變的話，可能是我們嘗試去說服農友改變他們的栽培習慣。就我們的農友太過認真，太過度呵護草莓，其實我覺得說農藥肥料很好買，就越用越多，那其實這反而是讓它太嬌生慣養的。對，那包括一些栽培習慣的調整，因為草莓在不同的生長階段是會有不同的需求的。那其實早年是會先種下去之後，才蓋現在常用的那個銀黑色的塑膠布，然後才陸陸續續撒肥料。可是現在變成說，我在種之前，我就肥料一次都下去，然後布就蓋起來，然後就開始種，這樣子比較省工，可是會造成說它前面那些塑膠布在前面高溫的時候會悶熱，然後前期的肥料又這麼多，但其實它草莓需要種肥的時間是比較後期的，對，所以我們希望去調整說這種先種後蓋的方式去調整回來，就改變說現在是先蓋了才種植，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可能一開始的基肥去減少，我們後面用追肥去慢慢去補充，給它在適當的時間有適當的養分的含量啦。那比較中長期來講的話，當然是希望說像林老闆這樣子做設施栽培的方式是比較能夠對抗未來的氣候的問題。對，我們也比較可以控制病蟲害，那比較有機會去用更多的精密的設施的環控的技術去做調整，去讓它的生產比較穩定啦。因為像日本的情況，就幾乎已經是轉型成設施栽培。那韓國的草莓是比較晚開始發展的，但他們也幾乎都是用設施栽培的模式在做的。對，那更長遠來講，當然就是我們改良場，我們各個農業試驗單位要一起去做，不管是技術的方面，或者是品種改良的方面，這個是我們長遠要再持續去努力的。那加工的部分，像剛剛主任所提到的，我們這邊會有所協助或是開發嗎？對，那像加工或者像對另外一塊就是加工的部分，跟所謂的採後處理啊、包裝的運輸的部分。對，那像冷鏈的建立也是很重要的。在國外的研究，如果我們草莓採起來，應該說所有的水果都會有所謂的田間熱，就是你要在田間先讓它預冷，去散除那個熱量，然後再進入冷藏或者是冷鏈運輸的部分。對，所以像是說國外的研究是說，我們草莓放1個小時，它後面的儲藏時間可能就少1天。對，所以田間的盡快的讓它冷卻，然後整個運輸途中都是維持冷藏的狀態的話，那其實草莓的保存期限是可以更延長許多的。對，那再來就是如果比較高級的果實，我們也許用更不容易碰撞的包裝的方式，這個包裝的改良，對，這個也是可以發展的方向啦。就台灣雖然是
相对比较面积比较小，所以可能没有那么重视。但在国外，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项目。大家看到，其实愛賺到嘅本錢，愛按到嘅人力來管理，唔過呢，看準佢前面嗰個經濟卡車係順差嘅，就講看到有前景順差，故所長要有農民上嘅去種，下來大家係希望一項產業做得更加進一步，無論係睇生長方面、種植方面，再過來。加工嘅方面，按樣我哋增加嘅加工嘅產品，韓國前面嘅就係大家按樣嘅同佢結合到觀光嚟發展。本地項產業有限那個冇可能性，因為呢，有人帶新人來做草莓，韓國有人客帶人來做草莓，也其實都係對地方項一個消費，有消費就會有創造車體嘅經濟，安尼大家對草莓一項產業將會更加有希望，有希望過後。將有機會想到，人講嘅係咪有後生農民做得轉來種出比人哋農業也好，比人哋台灣嘅環境也好，創造更加多嘅無窮用嘅草莓嘅產業競爭力。以上就係今日全面睇飛，帶領大家嚟了解草莓一項產業吧。對農民、對消費者、對人家下嘅消費環境有乜嘅意義？人生下來，應用嘅更加進一步嘅來比進步到更加好。新聞向前嘅收看，下禮拜沒有正式收看，現在彼岸之聲。